职业选手们到底最喜欢用哪一个坦克英雄呢？是艾瑞吗？艾瑞很看对面阵型而用诶。那是皮皮吗？皮皮通常连排位赛都拿不到啊。没错，答案就是我们的伯顿。伯顿这个英雄哇，真的超级夸张了，一技能就能够控制，大招的话你面控都免不了啊。这一把使用跑速流搭配我们全队切牌的，让对面特尔啊、克里希这种英雄一大堆的输出位，惨不忍睹啊。新版本之中到底该怎么玩，怎么大地求饶呢？好好享受吧。这里靠对面林地先搭配队友把他收掉啊，这个免控的牛魔王还是被我们大地求饶直接包住，越塔搭配队友把他人头直接收掉。这里看到对面的这个林地直接翻他过来啊，自己就把他人头收掉了，然后残血的状态还是包一个这个大地球，让这个对面射手直接脚闪现，克里希也被我们直接收掉。这里看到一个叫小号的弗洛伦，哇，不断的滑，直接大地球，然后看你怎么滑，搭配队友就把他收掉了。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ello everyone， 我是 Matt Team 的我，这次带来的是伯顿排位赛的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能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也玩过辅助或者是玩过伯顿的话呢，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那窝窝的话呢，也会尽量的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或者那条路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其实我觉得伯顿这个英雄呢是很好用的啊，在排位赛之中呢是很好用的一个辅助英雄，边线也可以啊。如果你是用来走一个扛边线，就是说尽量的守护住那个塔，而不是去做一些单杀的行为的一个边线英雄，伯顿也是可以的。把对面的牛魔王呢直接呢就翻过来，那不要以为坦克就不能够翻啊，直接呢就把他人头搭配队友收掉，再翻一个对面的克里希。我们的血量不健康的状况之下呢，还是有机会能够对对面呢一些输出位做成一些击杀的控制啊，都尽量去做。比方说我们刚刚呢翻对面的法师，那很大机会他就会被我们呢就收掉啊。那如果是伯顿的命去换掉对面法师的命呢，也是十分的划算。所以即便在自己残血的时候，也尽量的有机会控制进场啊，造成一些换取对面人头的，那也是要去做哦。那对面的牛魔王呢是免控的啊，所以呢我们呢其实选伯顿对他会很好哦。这里直接把对面的佛罗伦翻掉之后，二话不说交闪现，那闪现呢要往自己的这个中路那边啊，就是瞬移过去，而不是呢往自己的红 buff 那边的瞬移过去。因为呢如果这样去瞬移的话呢瞬移去自己的红 buff 是逃不掉的，绝对逃不掉的。对面的佛罗伦是能够追得到的，反倒是你往自己的拉兹的中路外塔瞬移的话，对面不敢追啊，这是一个小心的。看到上路有集结啊，这里我们不用去，其实也知道已经能够收得掉对面的这个特尔安纳斯了，把他的死神只有直接 pop 出来啊。那看到对面林地啊，那这里就不要翻，因为呢这个牛魔王已经帮他挡住，而他使用技能的时候是免控的一个状态啊。其实窝窝呢蛮喜欢牛魔王这个英雄的，可惜的就是他的技能实在太过好躲了，他这个大招，如果他的大招能够有一个释放途中也有位移的话，
会使得这个英雄马上职业联赛很大机会就会出场了。因为他的大招呢，第3段啊，真的是超多英雄都能够直接躲掉啊。看你开第1段啊，第1段很多英雄其实就有那个意识可以啊，这先翻对面的波伦。你大招第1段进场，其实有一些英雄啊，已经可以直接躲掉了。那更不用说到这个牛魔王的第3段攻击，就大招第3段啊，把全部击飞啊。那击飞的时间呢？敌人其实已经全部逃光了，很大机会这么做，除非对面没有已经被控制啊。那这里直接把对面的克里希翻过来，然后呢，看到上路有集结，跟着我们的打野啊，对面的领地，直接呢我们对面牛魔王又挡住，没所谓，一个大地球牢，这个他是挡不住，免控是挡不住的。搭配队友，直接把对面牛魔王扛着他，把他人头收掉。所以呢，当你遇到一些免控的角色啊，你可以去选一个伯顿啊、阿莱、艾瑞这种英雄。那其中呢，沃沃呢是很喜欢用伯顿的，因为呢他的控制呢不像阿莱、艾瑞只是锁定一个人。那当然啊。阿莱艾瑞在你锁住对面的时候，还是可以让队友呢去攻击。大地求饶就不一样，可是大地求饶的好处啊，就是呢能够群体的控制，一闪翻过来对面的这个特尔纳斯，那换掉他那也是蛮不错的，因为是用一个辅助去换掉对面的射手位啊，很赚啊。所以呢，如果自己不是在被终结就是 shut down 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用到辅助啊，不妨的去换对面。那这里看到队友在附近啊，以为呢这里就要打起来，一个大地球包起来，把对面的3个英雄包住啊，没想到队友没有要进场，那不是5排或者是没有开语音的，就是这种状况。不过没所谓，这是这局线上的最后一颗人头了啊，之后就是秀的时间了，跟着我们的队友一起。这里来到这个中路的 L 草，给一个这个视野，看到呢在对面啊，我们就上路有集结，一个翻对面的这个领地哦，不断的使用我们2技能，换掉，然后一个大地球然后包住对面的这个克里希啊。那这里我们呢就线回城了，不用我们也可以把对面呢全部收掉了。那佛伦这个时间点呢健康的话，就不要去管它啊。把对面输出位全部就收掉就可以了，0换4很赚，不要深追啊！刚刚那个血量，佛罗伦又是消失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很大机会呢，我们再继续的进场啊，会被他直接收掉，而且再进场也没有意义，技能的 CD 都还在啊。那其实说到伯顿呢，伯顿的一技能呢，其实是蛮不好啊，去控制对面像佛罗伦这种英雄。那这就有点像你用一些凯撒路角色，怎么好像感觉都是打不中这个佛罗伦啊？没所谓的，这个就是技能的一些机制啊。佛罗伦这个英雄呢，就是滑来滑去的一个英雄，很难去琢磨他下一步。不过如果我们有大地求饶，那就不一样了。这里呢，直接跟着打野，把中路兵线整理。那说一说这个出装方面呢，我们出鞋子是出一个跑鞋。那为什么会这么出鞋子呢？其实呢，这一把啊，我们呢很多英雄都是一个切牌型的英雄，而且呢，这一把的节奏很明显呢，就是由打野啊所带着的这个节奏。整队的节奏呢，就是由打野去进行一个节奏。那这样的话呢，这里先看到对面这个佛罗伦，一个大地球要包住你啊，想逃都逃不了。最远距离搭配队友把他人头直接就收掉了，直接交闪现啊。那这里呢就不用吝啬这个闪现，因为这个瞬移如果你不交的话，对面很可能啊
就会把我们直接就收掉了，就像斯科德一样。那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跑鞋哦，因为我们这种英雄，像这个奎伦这种英雄，如果你出一个模仿鞋，不是说不行，可是很大机会呢会跟不上自己的打野整队的节奏。拉兹、斯科德啊、奎伦，即便是超远位移的这个史兰兹、伯顿这个英雄呢，你出一个跑鞋，可以很好的跟着节奏，或者你自己发起这个节奏来打，要不然的话呢，很可能跟不上团。那当然，用魔方鞋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个容错率啊，这里直接包出对面这个牛魔王啊，翻他过来。不要以为是一个坦克呢，那就没意义的去控制它，其实不是的。在这个中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队友的这个输出量已经是很够的。如果其他人你翻不到的话，你一技能不防可以把对面即便是坦克也翻过来，让队友去集火也是可以的。那当然有更好的选择，那就去翻更好的一些选择啊。有输出位，当然优先去翻输出位。那可是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我们的一技能 CD 是很短的，就不像大地球了，所以呢不太需要吝啬这个技能。那辅助装方面呢，我们会出一个这个海神文章啊，让整队呢有一个免伤。因为这一把呢视野我们呢可以很流氓的直接进对面的野区呢去看视野，看到对面这个佛伦，直接大地球都来不及把队友已经把他人头呢就直接收掉了。这个时间点的奎伦他的伤害是很夸张的，基本上呢想切谁就切谁我们这里的第3件装备呢就可以直接上一个魔防装了。有些小兄弟会问，如果再出一个物防装可不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啊。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再出一个物防装呢，去觉得对面好像物理攻击的角色比较难打，那你可以再出一个骑士板甲。那要不然的话呢，第3件装备呢就该出一个这个魔防装了。那这里呢，画风一转，看到对面佛伦直接切我们2技能脚起来，直接闪现不啰嗦那队友在蹲的这个状况之下被对面切的话呢，我们已经损失了2位这个小兄弟的一个状况，就不该再进场了那这里呢，我们出到的只会出一个小小的骑士板甲，先不把它合上去因为它730块的一个装备已经是很 CP 值很高了，直接把对面牛魔王看准他没有用技能的时候直接翻然后再搭配队友把对面这个克里希如果他即便躲得过我们的奎伦也躲不过我们的翻把对面直接收掉，赢得这场预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